这个字呢，念敏。阿侃是阿爹现在的名字，以前阿爹是姓敏的。阿爹之所以让你记住这个字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也是姓敏，你也是敏家的后代，记住了吗？来，拿好笔，会写这个字了吗？会。阿娘，姨娘老在外面跪着，她不累不渴吗？华仔呀，你去给姨娘送碗水吧。哎，去吧。阿娘，阿牛叔说去接阿爹了，他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要是阿爹回来就好了，姨娘也就不用这么跪着了。你想回敏家吗？我看姨娘人挺好的，我们去玩玩也不行吗？真的是血脉相连，无法割舍吗？阿侃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阿娘，是不是华仔惹您生气了？您别生气啊！不是华仔，快去给姨娘送水吧。哎，姨娘，你喝点水吧。姨娘，你喝点水吧。好孩子，谢谢你。回去告诉你阿娘，如果她不肯让我带你回去的话，我是不会站起来的，也不会吃一点东西。姨娘，我和阿娘其实是在等阿爹回来的，你先起来吧。那我和你们一起等，等你阿爹回来，你就和姨娘一起回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就别跪了，先喝口水，休息一下，到我家去等。其实我阿娘并不是不欢迎你，只是你不要提把我带走的话，她是不会对你凶的。姨娘，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先喝口水吧。大掌柜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东西全都打点好了，明天就给买方送去。好，把银票准备好，要用的时候都拿出来。哎，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广西巡抚衙门来人了，还跟着一个云南帮办，现在就在殿堂里，看样子是要出事了。
小人闵华堂，拜见两位大人。你就是天河马店的店主闵华堂吗？正是小人。来呀，给我拿下！这你们干什么？快走！大人，小人不知身犯何罪，请明示。大胆！分明是一刁民，还敢仰面对官！来呀，给我打个明白！这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哎呀，何全儿，你不能乱来！哎呀，你不能乱来呀，何全儿！停！林掌柜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在下广西潘善存。是你？哎，想起来了。哦，想起来好，想起来好啊！林大掌柜啊，要说这事怪呢，也只能怪你那老岳父了。都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，啊，可是他捞鱼也不能捞过界啊，做生意也不能乱撬行啊。他在云南挣多少，我不管，哎，可是他捞到我广西了，那你可别怪我潘善存嘴下不留情了。是你把龙州铁路的事上报给朝廷的？谁让你老岳父他越权动工，冒犯了皇位啊？这是欺君犯上！大人，修建龙州铁路，乃是利国利民之举，万万不可听信这种势利小人的谗言呐！大胆！皇上才是国之天子，这国用得着你来立吗？你从中作孽，分明是想巧夺朝廷银两。大人，小人确实拿过担保金，可是苏大人自愿赏赐，并非小人巧取豪夺。再说，一旦契约受阻，小人的岳父就血本无归，理应有这份担保的。官银是你这小小的草民要到的吗？还不赶快交出来！这样可以免了尔等的罪。如果再有拖延，本大人还要用刑。启禀大人，官民之约，理应恪守。小民在与苏大人签订协议之时，他曾以顶戴花翎作为担保，怎么能说变就变呢？说你是井中之蛙，你还真没见过多大的天。他脑袋上的翎子都没有了，他拿什么给你担保？来呀！既然嘴烂舌不烂，再给我打个明白。大人。大人，庄票在此，请饶过我们大掌柜的吧。请饶过我们大掌柜的，饶了我们掌柜的吧！大人，饶了吧！大人，好了，念你们供认不讳，如数上缴，可免闵华堂免于收监，但随时听唤。走。大掌柜的，没事吧？大掌柜的，没事吧？大掌柜的，大掌柜你怎么样？大掌柜，大掌柜，林掌柜，我说你，哎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啊，你早把银票拿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不是少受点皮肉之苦吗？这，哎呀，死心眼儿你！你这卑鄙小人，欺人有，小人无。我岳父当初没有追究你杀人越货的罪名，你反而恩将仇报，你算什么东西你？闵掌柜，指教的是，啊，为了报答他竹子镇的宽宏大量，那我也请你给他捎个信儿，让他赶快把滇越铁路的土方工程的下笔垫付款交上去，否则的话，
下个月的今天，这工程可就是我姓潘的了。到时候，你可别说我没有通知你呀！啊？哎，大掌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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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大掌柜。老总办，广西查办和云南督办到马店拿走了担保的银子，还把大姑老爷打了一顿板子。把这事儿通给朝廷的，就是那个潘善存。是他，是他。他还让大姑老爷带信儿给您，说下笔垫付款，咱们再不交上去，那土方工程就是他的了。看来他和法国人早就勾搭上了。啊，想不到我朱自珍也会做东郭先生。老总办，去看看花堂。大掌柜，你喝点水吧。不喝。大掌柜，事情已经办好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下去吧，告诉下边，闭门谢客，谁也不见。哎，您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就让敏儿来叫我。敏儿，你歇着去吧，我来伺候大掌柜。是。你也出去。我让你出去。别动！谁也别管我！别动，揉揉就没事了。多咽一趟，我等的就是这个。你给我出去！大掌柜的，这不怕疼，也得先治好伤啊！让别人看见您站不能站，坐不能坐，这成吗？好了，我死了没关系，你们为什么要把那笔钱交出去？你知道吗？那是老总办的命啊！能不能修成铁路，全都看这笔钱了。你们把钱交出去了，老总办怎么办呢？可钱不交出去，马店就要被查封的。现在不是也完了吗？1个月，你上哪儿找这么多钱去？大掌柜，大掌柜，老总办来看您来了。
请。是。哎，啊，大掌柜，您慢点。你慢点。来。你慢点，慢点，好，慢点，来，哎，岳父，怎么样？没事儿，皮肉之苦还挺得住。您快请坐。没事，你出去。好。华堂，你应该明白，不交出这笔银子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又何必去螳臂当车呢？不把滇越铁路的承包权交出来，我能怎么办？不能交。这是马店这段时间的进项，以及变卖所有古玩字画所得的。钱虽不多，可还可以用一段时间。华堂，这使不得呀！我当初是那么瞧不起你爹和他的马店，可是我看到你在一点一点的改变他，我从心里高兴。你为了这条铁路，又深受凌辱，还把马店所有的进项，乃至你爹当年的收藏都卖掉，你让我如何心安理得的去用这笔钱呢？岳父，我爹在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3句话：对家何为兴？对友何为贵？对国何为天？我不能眼看着法国人因为咱们拿不出下一步的垫付款，就把工程从您手里拿走，更不能看着他落入像潘善存这样的小人手里。我想我爹要是活着，也会允许我这样做的。不该呀，不该，说什么也不该呀。岳父，我本来想连抵押金一起交给您，可现在就这么多了。谢谢你，孩子。我这辈子一直都瞧不起你爹，说他是中庸守旧。可是你做的事可真让我服了你了，你比你爹强多了。岳父，您这一辈子都在跟我爹较劲，而且还一直瞧不起他。您是不是觉得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也不怕丢人了。我就把这几十年的秘密告诉你。您请说，岳父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知道。当然，她是你的母亲。可你知道她没有成为你母亲之前的身份吗？
可以告诉你，她原来是我朱自珍没过门的媳妇。当年我以一个穷小子的身份去独闯欧洲，可把马店里本该属于我的那一份钱却留了下来，说是借给你父亲，实则是我将我心爱的女人托付给你父亲，能让他得到很好的呵护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过了不久，我心爱的女人却成为了你的母亲。而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亲同手足的弟兄却要夺我所爱。后来我回来了，我之所以没有深究，也没有进行恶毒的报复，那完全是为了对你母亲的爱。但是不，岳父，您说错了。我父亲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，一切恶果都是您自己种下的。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背着巨大的委屈，过了几十年，直到去世。父亲，请原谅孩儿不能遵照您的嘱托。直到今天，岳父还是对您还有不少的误会，我不得不把这段误会彻底消除，也是为了能够让朱家香火能够延续，更是为了让岳父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。我想您老在天之灵也会原谅我的。岳父，当初您离家远赴重洋，将我母亲托付给了我的父亲。可是您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女人已经身怀有孕，这让一个良家妇女怎么活？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？你是说莲枝她？我父亲千辛万苦地想找到你，可是却一无所获。为了那个孩子的生命，为了我母亲的名声，更为了给您留下血脉，我父亲才不得已把我母亲娶进家门，并在不足月的情况下生下了这个孩子。这不可能！你是说你母亲给我生了个孩子？没错，这件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。我父亲把他送到外地，找人抚养起来，直到2岁才带回昆明。为了不传扬出去，对外只能宣称这是捡来的孩子。我父亲在母亲面前发下重誓，他永远不会向您讲出这段是非。把那孩子养大之后，让他做了伙计，一直对他爱护如子，与亲生的儿子没什么两样。
和？没错，您的儿子就是贺全。老兄弟，老兄弟，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背着这么多的委屈？你为什么不让我早点明白呀？你为什么一语而终啊？背着这千古奇怨，我朱四这一生自命不凡，可这一切的后果，我是罪魁祸首啊！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莲枝，我也对不起孩子们呐！岳父，大掌柜，您慢点。大掌柜，您怎么了？老总办。你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大掌柜的说，现在铁路的工程正是用人的时候，您这边就徐茂才一个人在忙活着，怕人手不够，
就派我过来帮您打理。大掌柜的说，要让我照顾您的日常起居，还有什么？这是大掌柜吩咐的，我不敢高攀。大掌柜的说，让我把这块五花石给您送过来，还让我像伺候老掌柜一样伺候您的一切。老总办，您别这样，我知道我说错话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你们大掌柜安排的很好。这个五花石就给你了，今后你要像主人一样把这个家担起来。不，老总办，有什么差遣您只管吩咐就是了，何全不敢造次。不，这是我和你们大掌柜共同的心愿，你就不要犹豫了，要好好的干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虽然到我这里来当差，你绝不能忘了你家老主人对你的养育之恩。马店什么时候需要你，你还得和从前一样玩命的去干。老总办，您放心吧，何全不会忘本。何全，把这块玉交给你们家大掌柜。老总办，您这是……你不要问了，你交给他，他就明白了。是，老总办。父亲，请原谅我没有遵照您的嘱托，还是把何全大哥的身世说了出来。我只是希望能够把岳父对您的误会彻底消除，也是为了让岳父所坚持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。父亲，我想这也应该是您的心愿吧。大掌柜，哦，回来了。啊，老总办怎么跟你说的？老总办把您送过去的那块五花石给了我，还说让我以后要像竹家的主人一样把这个家给担起来。那就好。大掌柜的，我有点想不明白，我呢，就是一个下人，您和老总办为什么总是这么抬举我呀？
那你觉得老总办给你那话是什么意思？听他话的意思是，想让我把邵总办的位子给接过来。这就对了。何泉儿，我爹在世的时候对你怎么样？老掌柜的，那对我是待如亲子，恩重如山呐。是啊，我爹在世的时候就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待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把你当大哥看待的原因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能对你说，要像对待老掌柜那样对待老总办。老总办晚年丧子，这个打击一般人是承受不起的。他从小看着你长大，又对你很器重，在去龙州的路上你还救过他的命，所以他才有把你当成儿子看的想法。花娟儿，我看你就坦然接受吧。哦，老总办让我把这块天河玉给您带回来，他说您会明白他的心意的。你知道这块天河玉的来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爷爷和老总办的父亲在离开南阳的时候留下来的。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两家人的后代真正能够做到修齐治平，把这两块玉合并起来。现在终于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完成了。